最近网上出现一段风机外壳螺母如闹鬼般自动旋转的视频，只见该螺母竟能在震动中连续转动数圈，沿着螺栓反复上下移动，甚至有人根据其中原理设计出这款能让螺母自动爬高脱落的有趣装置。那么这种螺母自转现象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眼前这台风机，由于常年日晒雨淋造成灰尘板结，使叶盘旋转时偏心震动，引起外壳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同时震动。当这两股震波的相位差接近90度，外壳螺栓的震动路径就画出一个竖立的椭圆。同时，螺栓和底部松动旋合的螺母在轴向和径向都存在螺纹间隙。当螺栓从6点开始向9点方向震动，会向左上方加速推动螺母，使左侧螺纹副咬紧而右侧分离。等越过9点向12点震动时，螺栓开始减速上行，并从左止点加速右移，导致螺母刹车不及被抛出。它一边向上挤压外螺纹，一边相对滑动，变成右侧螺纹副咬紧，左侧分离。此时螺母的惯性力指向左上方，在螺纹坡面上形成两侧不等的分力，产生了旋转力矩。而螺纹的横向滑移又导致接触面的滑动摩擦系数比净摩擦系数降低了3到8成，无力阻止旋转。于是螺母被力矩推动开始逆时针转动。当螺栓越过12点向3点震动时，开始减速右移并加速下行，几乎和失重的螺母同步下坠，导致螺纹轻微接触，只有很小的摩擦力来消耗螺母的转动动能，让它又继续惯性旋转一定角度，最后越过3点返回6点位置。螺栓减速下沉并加速左移，致使螺母一边超重下压，一边横向滑动。此时增强的螺纹间压力产生增大的摩擦力，抵抗住了螺母重力在螺纹坡面的分力，使其锁定不能转动。因此每个振动周期里，螺母都被上抛，并靠惯性力旋转微小角度，所以持续振动就能让螺母旋转上行。但如果风扇机震频率改变，使外壳的纵向振幅突然消失，则螺栓变成水平振动，只带动螺母横向滑移，导致螺纹间的滑动摩擦系数骤减，不能对抗螺母重力沿螺纹坡面的分力，这样螺母就相当于坐上了旋转滑梯，顺着坡面本能下滑转动。所以视频里螺母来回上下旋转，根源就是风扇的机震频率在周期性交变，致使螺栓振动路径在椭圆和直线之间交替切换。据此，有人联想到工厂里的送料振动盘，它看起来和前面分析的风机外壳一样，也是原地不动，但上面的零件却能自动沿着螺旋轨道前进。如果将振动盘的振幅放大数倍，发现底部振动电机带动托盘做正旋上升和反旋下沉的高频振动，在上旋动作的前段，托盘会推动零件向斜上方加速，而到达上止点前的减速段，零件就像被螺栓振动抛出的螺母一样，沿切线方向飞出，然后被下旋回位的托盘接住。这样每次振动零件都会飞行微小距离，因此持续振动就可让托盘里所有零件都沿切线向边缘蹦跳，并被螺旋轨道的侧壁阻挡，最后只能沿着轨道前进。这说明持续蹦跳的零件和自行旋转的螺母都是靠高频抛出的惯性力来完成连续动作。既然如此，现在我们就给桌边固定一个弹性保板，并在板子上安装振动马达和螺栓。当马达激励保板共振，它就会上下挥舞运动，使螺母横向滑移，摩擦力减弱，并在上行中抛起，被惯性力驱动旋转，接着失重下坠，继续惯性旋转微小角度，最后超重下落将旋转锁定。因此持续振动可让螺母从底部旋出。看来这和风机外壳螺母的自转原理如出一辙。但最后我还有个小疑问，如果想让螺母从顶部顺时针向底部旋转，那么这个装置又该如何改造呢？